七界天河乃当今浩瀚修武界最特别的天河。说它特别，并非是它世界众多，于星空之中光芒璀璨，而是因为一道巨大的虚影，距离七界天河近的地方，夜幕降临时，抬起仰望虚空，便能看到那惊人一幕：似人非人，似兽非兽的虚影，贯穿无数星辰世界，在夜幕下尤为清晰。只要能看到它，再璀璨的星辰都不值一提，哪怕月亮也只是陪衬，因为它不仅巨大，更是仿佛能够散发压迫感。那压迫直入灵魂深处，宛如神邸临世，凝视世人。这便是神之时代。关于神之时代的传说，当世之人皆是耳熟能详。眼下于虚影丹田之处，一道结界门正在扩散，很快便有消息传出，说那是进入神之时代的入口，神之时代将正式开启。于是乎，各方势力无论是强是弱，皆是使出浑身解数，向神之时代的结界门所在的那片星空飞掠而去。伴随时间流逝，那道体积超越无数世界的超级结界门形态已经确定，就差最终成型时，结界门之外的星空中几乎集结了浩瀚修武界各方人马驻扎的大军。当然，无论人数再多，阵仗再利奥的，可在这浩瀚星空之中，在神之时代的虚影面前，那也皆是不值一提。大一点的阵仗勉强算是一粒尘埃，小一些的阵仗人们根本都卡不到。这种时候，相对比之下，大家已经没那么关心谁来了，大家只关心神之时代那道结界门何时能够彻底完成，何时能够踏入其中，又将是谁能够拿到神之时代内的力量？真的是如预示那般，乃是一个小辈，还是说最终的结果会是当代最强者？在神之时代开启的诱惑下，就连仙海鱼族被灭族这种大事，似乎也显得没那么重要了。尽管还有很多人讨论，但讨论最多的却依旧是神之时代。此刻，距离那道结界门相隔极远的一片星空中，有着一间小型的房屋。这间房屋有隐藏功效，外人几乎无法踏。在这间房屋表面来看，内部面积不超过100平方，可实际上内部面积极为辽阔，堪比一方小型世界。一座磅礴的阵法正对准着神之时代单结界门，催动这阵法的乃是2名老者，阵法的阵眼内则是一名年轻人。这位年轻人正是楚风，至于那2名老者，便是龙一与龙二2位道长。楚风发出消息后没多久，龙一与龙二2位道长便与楚风会合。之所以只来了2位，是他们觉得神之时代这件事比拼的乃是硬实力，人多反而麻烦，所以便只来了图腾9道中实力最强的2位。其实眼下距离2位道长与楚风会合已经过去一段日子了，这段时间他们一直潜伏在七界天河境内，观察那道巨大的结界门，观察神之时代的变化，当然也在研究神之时代的虚影，想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情报。2位前辈，可以了。楚风摆了摆手，便从阵眼内走出，而2位道长也是立刻停止催动阵法，那气喘吁吁的模样可以看出，纵使是他们2位真龙巅峰界灵师联手催动这座阵法，却也是消耗颇大。楚风少侠，确定了吗？2位道长问。楚风说话间伸出2根手指。其实这次观察乃是确认之前楚风就已经得出了结论，这道结界门最终形成之时，会有2个入口，一个是所有人都可以踏入的入口，不分年龄、性别、族群，另外一个便是只有小辈能够踏入的入口。对于楚风的观测，2位道长也不怀疑。别看这座观测阵法是他们2个联手布置的，但却是楚风以出揭秘点构思出来的。楚风才是他们的主心骨，这是一件好事啊！毕竟以楚风少侠的实力，若真是预示属实，最终仅有小辈登顶，那这神之时代的力量就非楚风少侠莫属了。2位道长的笑容皆是满怀期待，对楚风也是充满信心。可楚风却摇了摇头，我想与2位前辈一同进去。听闻此话，2位道长先是一惊，楚风与他们一同进去，那就是放弃只有小辈可以踏入的入口，与他们一同踏入所有人可以踏入的入口。这不仅将大大减弱楚风的个人优势，还会极大增加此行的难度。于是他们立刻拒绝。楚风少侠，万万不可，你不能浪费这大好机会。可楚风却道：2位前辈邀你们而来时就说好了，我们要合作，既然我们可以同行，那便没有分开的理由。况且相信2位前辈也听说了，在神之时代那小辈登顶的预示出现后，各方势力不惜代价培养后辈，如今顶尖势力的小辈都有了极大的增进。我呀，应该不是最强小辈了。当然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晚辈觉得我们同行能做的事情更多。2位前辈可千万不要拒绝晚辈。总之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只与你们同行，若是你们不入神之时代，那我楚风便也不入了。听到楚风这样真挚的话，2位道长是既惭愧又感动。惭愧是觉得他们2个答应与楚风合作，反而是拖累了楚风。至于感动，楚风如此重情义，他们怎能不感动？其实他们自己也想过，以他们兄弟2人的实力，真的进去了，能争抢到一些好处还是有把握的。但是最好的宝物，他们一点把握都没有。这些日子他们观察过了，明面上的强大存在，七界圣府、神体天府、苍穹仙宗、图腾龙族等势力都来了，并且来的人还不少，皆是精锐。神体天府、苍穹仙宗、图腾龙族已宣布与七界圣府结成同盟，但说的好听是同盟，说的直接就是归顺七界圣府了。
借天染的实力如今更是一个未知数，只知他能轻易击败远古种族的天神境强者。至于神体天府、苍穹仙宗、图腾龙族等势力，虽不如七界圣府，可好说歹说也都是各个天河的霸主级势力。他们联手，那绝对是当代修武者最强的联盟，可怕到让当代其他强者感到窒息。除了这联手的霸主级势力外，也有多位修为达到真神巅峰或是真龙巅峰的存在现身，关键都是陌生面孔，之前从未见过，也没有任何名声，这还是光明正大现身的。背地里的强大气息更是屡屡出现，不用多说，自然是远古种族也来了。从目前展现的气势来看，远古种族怕是比以七界圣府为首的联盟更加强大。面对这些存在，龙一、龙二两位道长真是没有信心，但若是有楚风在，可就不一样了。楚风一手出阶秘典，出神入化，堪称逆天。若是楚风在，那他们觉得也许这神之时代真的能分到一杯羹。忽然间，浩瀚星空，光芒璀璨，宛如一轮明日诞生，欲要告知众生。于是光芒普照八方，将这漆黑的星空都照得灯火通明。于是乎，明面的、暗地的，所有目光都投了过去。所有人难掩激动与紧张，兴奋与恐慌的情绪也在交织。光芒源于神之时代丹田处，看着光芒中心那旋转的磅礴结界，所有人都知道神之时代的入口已彻底形成，为天下敞开，世人终于可以踏入其中，一睹这神之时代的秘密。结界门的光芒开始退散，可依旧璀璨。这无边星空始终充斥着神秘与未知，但当下最神秘、最未知、最具有诱惑力的，无疑是那道巨大到超越一方世界的结界门。各方势力皆蠢蠢欲动，但没有人敢动，毕竟当今修武界最强的几大势力还没有动，他们不敢走在前边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自七界圣府最大的浮空战船之中走出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向他汇集而去。明明那道身躯在星空中显得如此渺小，他也是正常行走，没有释放威压气息，可世人看他的目光却充斥着敬畏，甚至许多人连心跳都开始加速。原本因喧闹的浩瀚星空竟同一时间安静下来。七界圣府府主借天染，当代修武者眼中的最强之人，万众瞩目之下，借天染负手而行，向那结界门走去。可他没走出多远，便忽然止步，且回头望向身后众人，随之开口：这个时代被誉为神之时代，皆是因为这道足以覆盖天河的虚影，它具备着我们所不知晓的力量，令人畏惧且向往。但无论我们所处的真的是最为特殊的神之时代也好，还说这只是漫长岁月中极其寻常的一个时代也罢，毋庸置疑的是，这个时代对于我们而言是最为特殊、最为特别的，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所有都将奉献于这个时代。这个时代是因我们的存在而璀璨，所以这个时代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。这个机遇自然也应当属于所有人。诸位无需有任何忌惮，拿出你们的勇气，亮出你们的本领，去探索那道结界门内究竟有着什么。无论能够得到什么，那都将属于你们。话罢，激动的欢呼响彻这方星空，哪怕相隔如此远的距离，楚风却也能够听得清晰。大家明白了借天染的意思，他不会给予任何限制，这神之时代各凭本事。于是大家不再惧怕，伴随一些身影率先向那结界门飞掠而去。越来越多的身影开始动身，有的人身带至宝，有的释放武力，有的布置结界。总之，大多数人的身上都因各种原因而显得光芒万丈，宛如流星暴雨，共同冲向那道巨大的结界门，场面极其壮观。可忽然，一声古怪的声音自结界门内传来，紧接着一道漆黑的身影自那道结界门内飞掠而出。那是一只妖兽，体态似人，但却高达万米，双眼血红，巨大的牙齿外露，宛如僵尸一般。而他身后的黑色羽翼与蝙蝠一模一样，最关键的是，那蝙蝠羽翼更是长达10万米。当他出现那一刻，直接张开嘴巴，随后刺耳的声鸣席卷八方。最主要的是，声音只是其次，自其口中竟浮现肉眼可见的白色声波，声波扩散速度极快，覆盖范围更是极广。最先动身的那批修武者皆是落入声波范围之内，大家自然察觉到不妙。可起初落入声波范围内的众人并没有任何不适，除了身体无法动弹，已是逃无可逃。可很快声音变化，而那白色的声波也是化为红色，下一刻鲜血喷溅。凡是在声波内的所有存在，无论是人族还是妖族，无论1米有余的身躯还是万米巨物，皆是在同一时间化作血水飘散于这星空之中。妖物有妖物，见此一幕，躲过一劫的众人纷纷调转身形向回逃来。可那只巨大的蝙蝠妖物却并不打算就此作罢，竟扇动巨大的翅膀，快速地向逃脱的众人追赶而去。而他速度极快，很快便追了上去，还未靠近，只是大手随便一挥，便引得虚空震荡，巨大的爪印横扫而去，所过之处虚空撕裂。若是触碰到修武者，更是直接肉身破裂，死的不能再死。天神，那是天神境的妖物。直到此时才有人反应过来，那妖物如此强大，是因为它具有天神境的修为。此时莫说最先靠近结界门的人继续逃窜，就连那些没有动身，甚至远离结界门各方人马，
也是开始动身，想要逃脱。可忽然光芒璀璨，一把长达1000米的结界长剑飞掠而出，直奔那蝙蝠妖兽飞掠而去。结界长剑极其耀眼，所引得众人关注，但速度看起来却并不是特别的快。那蝙蝠妖兽停了下来，他嘴角上扬，面露轻蔑，自认为这结界长剑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伤害。可忽然间，结界长剑猛然加速，当众人反应过来之际，那把结界长剑已是洞穿了蝙蝠妖兽的身躯。蝙蝠妖兽站在原地，已是丧失生机。下一刻，欢呼响彻，因为那结界长剑又飞了回来，化作结界之力，落入一道渺小身影的手中。此人正是界天然。虽说那蝙蝠妖兽实力达到超越真神，看似无可匹敌，但是好在他们这边还有界天然。最主要的是，伴随世人退后，界天然已站在了最前方，他就像是一个守护神，守护着当代武者。可很快，刺耳的声音再度自结界门内传来，这一次声音极其刺耳，距离较远的倒也还好，距离较近之人只是听到那声音，许多人便开始七孔流血，并且能够明显感受到浩瀚虚空震荡的愈发明显，并且范围极广。见此一幕，界天染大袖一挥，一道结界屏障快速扩散，在那结界屏障阻挡下，倒是阻挡下了声音的扩散。布下这道结界后，界天染便再度踏空而行，向结界门的方向行去。可走出没有多远，他便停了下来。接下来的一幕，就连界天染也是眉头微微皱起。只见结界门内又有一模一样的蝙蝠妖兽浮现，只是这一次并非一只，而是密密麻麻，遮天蔽日。粗略估计，那羽翼达到10万米的蝙蝠妖兽，起码有数百万只。最可怕的是，它们不仅体积相同，就连气息也是相同，数百万指天神境。这一幕让世人感到绝望。可忽然，一把青铜长剑凭空出现，此剑自远处浮现，虽然体积很小，只是正常的一把剑，但当它出现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它的存在，就连界天染也是回头观望。只见那把青铜长剑直接洞穿了界天染刚刚布下用来阻挡声音的结界，并且自界天染身旁掠过，直奔那100万蝙蝠妖兽而去。忽然，那把青铜长剑开始加速，速度快到就连界天染也是瞳孔一缩，脸色大变。太快了，几乎没有人能够看清。只是当人们反应过来时，那数百万天神境结界妖兽已是没了气息，他们身躯还在，但却已是丧失生命，唯有一把渺小的青铜长剑立于那100万庞大身躯之中，散发着无可匹敌的气势。